如果你最近照镜子，突然发现眉毛里冒出了几根又长又硬的白毛或者黑毛，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伸手就想把它拔了，或者到处找剪刀想把它剪掉？住手，千万别动它。你正准备拔掉的这根毛，在古老的面相智慧里，有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叫寿毫。它是天道亲手盖在你脸上的长寿印章，是你扛过了前半生所有的消耗之后，生命能量开始回收沉淀的第一个信号。你每拔掉一根，就是在亲手撕掉一张老天爷为你存好的福寿支票。中年以后，你的眉毛会发生很多变化，眉尾慢慢变淡了，眉毛整体变得柔和了，或者突然冒出几根格格不入的长毛。几乎所有人看到这些变化的第一反应都是去修它，去补它，去想办法把它变回年轻时候的模样。但没有人告诉你，你急着要改掉的这些变化，每一种都是天道在透过你的眉毛向你传递关于下半生的重要讯息。你听不懂这个讯息，才是你真正的损失。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个被所有人误读了太久的身体密码彻底讲清楚。你的眉毛里有没有那几根让你一看就想拔掉的长毛？有的话在评论区告诉我，没有也请告诉我，我想看看有多少人此刻正握着镊子准备亲手撕掉那份天赐的福寿。我们先说第一种特征，眉毛里突然长出几根特别长的寿毫，这是最让中年人困扰，也最想立刻动手处理的一种眉毛变化。有时候是几根黑的，有时候是几根白的，长度远远超过周围的眉毛，就那么突兀的冒出来，好像一个不守规矩的闯入者，让眉毛的整个线条显得特别凌乱。很多人看到这几根长毛的第一反应就是拿镊子把它夹掉，或者用剪刀把它剪短，想让眉毛重新回到那种整整齐齐的模样。但我要告诉你，这几根毛你千万不要动它。在传统智慧里，这几根特别长的眉毛就叫寿毫，也有人叫它长寿毫。它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呢？它代表的是你身体里肝气充足，代表你的生命能量在岁月的不断沉淀中越积越深，最后从眉毛这个窗口显化出来了。在中医的理论体系里，眉毛属肝，肝主藏血，肝主疏泄，肝主一个人整体的生机与活力。一个人的肝气到底充不充盈，眉毛的状态就是最直接的外在指标。眉毛长得浓密有光泽，说明你的肝血很充足，生命力非常旺盛。眉毛要是稀疏枯黄，说明你的肝血已经亏虚了，生命能量正在走下坡路。而寿毫的出现是你的肝气充盈到一个特定程度之后，在眉毛上爆发出来的生命力显化。那几根长得格格不入的眉毛不是你身体的异常，更不是你衰老的标志，恰恰相反，是你的身体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你，你的肝气依然饱满，你的生命力依然充沛，你生命这棵大树还在继续生长，还远远没到凋零的时候。老话说得好，没生长好，寿比南山。这可不是随口说说的吉祥话，这是几千年人相观察积累下来的真实规律。你去看那些真正长寿的老人，他们好多人眉毛里都有几根格外显眼的长毫，有的甚至长到几乎垂到眼皮上。民间把这种眉毛叫做仙眉，认为这是得了天道护佑的吉兆。从因果的层面来深入看这件事，寿毫为什么偏偏在中年以后才会出现呢？因为它是你扛过了前半生所有消耗之后，生命能量终于开始沉淀的产物。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量是什么状态？是外放的，是扩散的，是消耗型的。我们用满腔热情去创业，用一股冲劲去拼搏，用大把的青春去试错，用无数的眼泪去换成长。那些年，我们的能量大量的向外输出，大量的向外消耗，身体根本没有多少积累和沉淀。但走过几十年之后，那些消耗慢慢的停下来了，孩子长大了，家业稳定了，那个需要你拼命向外输出的阶段渐渐走到了尾声。你的生命能量开始从外放转为内收，开始从消耗转为积累，它开始在你的身体里慢慢的沉淀，慢慢的凝聚，慢慢的升华。寿毫就是在这个沉淀与凝聚的过程中从你的眉毛里悄悄长出来的，它是你前半生所有的奋斗与付出
在你生命能量系统里完成转化之后结出的第一粒果实，那几根长毛是你半生拼搏的勋章。是老天爷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你前半生的消耗已经值回票价了，你的生命账户里开始有盈余了。你若硬要把它拔掉，等于亲手把这份天赐的福寿印章给撕掉了，把老天爷刚刚为你开启的长寿能量场硬生生给截断了。所以下一次你再拿起镊子对准那几根寿毫的时候，请先停下来，在心里默默说一声谢谢，然后把镊子放回去，那几根毛让它好好的长着，它是你的福气，不是你的麻烦。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例子，你可能听过或者见过这样的老人家，我外婆就是这样的人，她活到了93岁，在她80多岁的时候，左边的眉毛里突然冒出了2根特别长的白毛，又粗又亮，像2根小小的银针一样斜斜的挑出来，家里人看着觉得不太好看。有一次我表姐回家探亲，拿着小剪刀就想帮她修一下，觉得这样显得更精神更利索。我外婆当时就拦住了她，说这是她的寿眉，是老天爷赏的，不能动。她还很得意的跟邻居讲，说这是她的福气标志。我那时候年纪还小，不太懂事，只是觉得这2根毛确实有点奇怪。后来等我长大接触了这方面的知识，才明白老人家说的是对的。那2根寿眉真的就像他生命的旗帜一样，一直陪伴他走到了最后。我再给你讲另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位老先生，是一位退休的中医，今年已经86岁了，身体硬朗得很，每天早上还去公园打太极拳。他的2道眉毛长得特别有意思，眉尾部分各有一撮长长的白毫，像画里走出来的老寿星一样。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年轻人啊，你不要小看这几根毛，这是肝气最后的余粮，是身体给自己存的养老本。他说他行医几十年，观察过无数人的面相，发现一个规律，那些到了晚年眉毛里长出长毫的人，只要不去乱动它，往往身体底子都还扎实，即使生病恢复起来也比别人快。而那些一长出来就赶紧拔掉的人，等于把自己的能量信号给掐断了，反而容易这里不舒服，那里不对劲。他还告诉我，寿毫长得越粗越亮，说明这个人的肾精和肝血储备越充足。因为中医讲肝肾同源，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可以互相转化。眉毛表面上看是肝的领域，但根子上连着肾的能量，所以一根寿毫其实是肝肾2个系统协同工作的成果，是你整个下焦能量充足的外在表现。你想想看，一个人要走过了多少路，经历了多少事，消耗了多少气血，才能在身体里攒下这么一点点盈余。这份盈余像什么呢？就像你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终于还清了所有贷款，银行卡里开始有了存款，那根寿毫就是你生命银行里的第一笔定期存单。你现在要亲手把它撕掉吗？寿毫的颜色也有讲究，黑色的寿毫代表你的肾气还很足，能量还处在一个相对年轻的阶段，白色的寿毫代表能量走向了更精纯更凝练的层次，像冬天里的白雪一样收摄内藏。有些人黑白相间，那是能量正在转化的过程当中，不管哪种颜色都是好事，都是身体在告诉你，你的生命操作系统运行的还不错。还有一个细节很多人不知道，寿毫长出来的位置也有不同的含义，长在眉头附近的代表你的家庭根基稳固，晚年能得到家人的照顾和陪伴，长在眉腰中间的代表你的事业根基还在，即使退休了依然有影响力，有人愿意来请教你。长在眉尾的代表你的社交能量还在运作，晚年不会孤单，会有朋友惦记着你。所以说这一根小小的毛里面藏着的讯息量其实是非常大的，你每一次照镜子看到它，不应该觉得它碍眼，应该觉得安心才对。我们再说第2种特征，眉尾自然变淡，渐渐消退，这大概是最让中年女性感到焦虑的一种眉毛变化了。眉尾淡了，觉得特别显老，觉得整张脸都没有精神了，于是赶紧跑去纹眉，或者每天花大量时间画眉，想把那段消失的眉尾重新给补回来。但眉尾变淡这件事在面相学的解读里其实是一个让人
豁然开朗的好消息，我们先要搞清楚眉毛在面相学里到底是什么。它是兄弟宫，代表的是你的人际关系与社交圈子，而眉毛的不同部位对应的是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眉头对应的是家人和至亲，眉腰对应的是朋友和事业伙伴，而眉尾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那些相对疏远的社交关系，是那些你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维系，却未必真正有深度的人际连结。眉尾变淡到底在说什么？他在说那些表浅的、消耗你能量的、需要你不断去讨好、去维系的人际关系，正在自然而然的从你的生命里淡出。这不是你的损失，绝对不是，这是天道在为你做一次人际关系的大扫除。我们每个人的前半生都背负了太多无谓的社交负担，为了面子硬着头皮去赴的局，为了客情咬着牙去送的礼，为了维系关系说出的那些言不由衷的话，为了不想得罪人强迫自己出现的那些场合。你仔细想想，那些消耗里有多少是真正滋养过你的灵魂的？恐怕少之又少。中年以后，你的身体开始变得特别诚实了，它用眉尾自然退淡这种方式告诉你，你已经走到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你不再需要那些表浅的人际关系了，你的能量应该开始向内收摄，回归到真正重要的人身边，回归到你自己身上。这在相学里有一个特别美好的说法，叫能量归真。一个人的能量在年轻的时候，像一棵树在春天不断地向四面八方伸展，枝桠蓬勃而旺盛，看着很热闹。但到了秋天，树开始做一件什么事呢？它开始把能量从枝梢收回来，向根部输送，让根系在冬天里继续往深处扎，为下一个春天积蓄更大的爆发力。眉尾的变淡正是你的生命进入这个向根部输送能量阶段的信号。你现在生命里还有多少让你感到消耗而不是滋养的人际关系？那些关系你有没有勇气慢慢的把它放下？关于眉尾变淡这件事，我想展开再多说一点，因为我发现很多女性朋友在这个问题上特别过不去，她们每天早上化妆的时候花最多时间的就是眉毛，眉头画几笔，眉峰勾一下，然后最头疼的就是那个越来越淡的眉尾，怎么画都画不出年轻时候那种自然延伸的弧度。很多人甚至因为眉尾淡了就不敢素颜出门，觉得少了那一段尾巴，整个人的气势就垮掉了。但我想请你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你想想看，为什么偏偏是眉尾先淡，而不是眉头先淡？因为身体是智慧的，他知道哪个部分可以精简，哪个部分必须保留。眉头代表家人，这是你生命的核心圈层，所以身体会优先保住这个部位的气血供应。眉腰代表朋友和伙伴，这是你的支持系统，身体也会尽量维持。唯独眉尾代表的是那些外围的点头之交，那些应酬场合上的泛泛之交，那些消耗你却不滋养你的关系。身体算了一笔账，觉得这部分开支可以砍掉了，于是他主动把供应到眉尾的气血撤回来，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比如说去滋养你的内脏，去巩固你的骨骼，去保护你的心脏和大脑。所以你看到的眉尾变淡，表面上是眉毛少了一截，实际上是身体在帮你做战略收缩，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你不应该为此焦虑，你应该感谢你的身体这么有智慧。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你见过那种到了晚年反而越活越精神的老太太吗？她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眉毛不长，但很有型。眉尾可能淡淡的，甚至几乎没有，但整个人看起来特别干净利落，目光清亮，说话中气十足。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人际关系已经完成了筛选，身边留下的都是真正重要的人，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社交需要应付，能量不用再分散到那么多方向去，全部收回来滋养自己了。你看那些整天忙着应酬的人，眉毛可能画得很精致很完整，但脸上的疲惫是遮不住的，眼神是散的，精气神是虚的。与其要一对完整的眉毛搭配一张疲惫的脸，我宁可要一对眉尾淡了但眼神清亮的眉毛，因为那说明这个人的能量是内守的，气是足的，神是聚的，这才是真正的好看。
我们再来说第3种特征，眉骨的戾气消退，眉毛整体变得柔和顺滑。你有没有翻过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那时候的你，眉毛根根挺立，眉峰特别锐利，整个眉眼之间带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锐气和锋芒。那个时候，哪怕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的眉毛里其实藏着一种无声的倔强和戾气。但现在你去照照镜子，你的眉毛是不是已经不一样了？眉峰没有以前那么高了，眉毛也没有那么根根倒竖了，整个眉眼之间多了一份说不清楚的柔和跟从容。这个变化在中医和因果相学里代表的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一种转化，肝火降下来了，戾气被化解掉了。在中医里面，肝主怒，一个人的脾气大不大，肝火旺不旺，从眉毛上看得清清楚楚。眉毛倒竖、眉骨高凸的人，往往肝气过旺，特别容易动怒，特别容易急躁，特别容易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爆发出跟事情本身完全不成比例的激烈情绪。这样的人，前半生往往因为自己的脾气吃了很多亏，伤了很多本不该伤的感情，损耗了大量本可以用来积累福报的生命能量。而中年以后，眉毛开始变得柔和顺滑，说明你的肝火在慢慢的降，说明那个曾经让你吃了不少苦头的戾气，在岁月的磨砺中慢慢被化解了，沉淀下来了，转化成了一种更加深沉而有力的平和。老话说和气生财，这4个字绝对不是一句简单的客套话，它背后有一套非常严密的因果逻辑。一个戾气重的人，他的能量场是尖锐的，是排斥性的，贵人会绕着道走，财富的能量也会因为这种排斥性的磁场而根本无法靠近和停留。而一个戾气化解了，眉眼之间透着平和的人，他的能量场是柔和的，是包容的，是吸引性的，人缘开始朝你聚拢，贵人开始出现，财气开始向你流动。晚年的和顺和富足就在这种能量场的悄悄转变中奠定了根基。当你发现自己的眉毛比年轻时候柔和了很多，请不要觉得是自己老了，是棱角被磨没了，那是你在岁月里修行出来的最宝贵的生命质地。你的心已经不再需要用那种硬邦邦的力气来保护自己了，你的根已经扎得足够深，深到你可以用从容去面对一切，而不再需要用愤怒去抵御这个世界。戾气化解的那一刻，和气就来了，和气来了，财气就跟着来了，财气跟着来了，晚年的福报就真正到位了。讲到这个眉毛变柔和的特征，我想起一个身边的故事。我有一位长辈，年轻时是出了名的暴脾气，做事雷厉风行，但也是出了名的不好惹。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我见过那个眉毛真的是又浓又竖，眉峰像刀裁的一样，整个人的气场非常凌厉。他在事业上确实做出了成绩，但也因为脾气太硬，得罪了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甚至有一段时间过得很孤立。后来他生了一场病，病好之后，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说话慢了，脾气小了，做事也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了。有意思的是，他的眉毛也跟着变了，原本竖着的眉毛慢慢顺了下来，眉峰也不那么突出了，整个眉眼看起来温和了很多。从那以后，他的人际关系反而好了起来，以前躲着他的人开始主动跟他来往，生意上也遇到了几个真心帮他的贵人。他自己后来感慨说，年轻的时候觉得眉毛竖着是威风，现在才知道眉毛顺了才是福气。他说的这个道理其实就是中医讲的肝气调达，肝气顺了，全身的气机都顺了，气机顺了，你遇到的人和事自然就顺了。讲完这3种眉毛变化背后的因果真相，我相信很多人此刻心里已经有了一种久违的释然。原来那几根让你一直困扰的长毛是你的寿毫，原来那段让你特别焦虑的淡眉尾是天道在帮你清理消耗你的人际关系，原来那副比年轻时柔和了许多的眉毛是你这半生修行出来的最珍贵的生命印记。现在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3步养护保寿观的实操心法，让眉毛背后的那份生命能量真正转化为你晚年的福寿根基。第一步是护肝养眉，从最日常的一件事开始。眉毛属肝，眉毛的状态就是肝脏健康的外在晴雨表。
想要养出真正有福相的眉毛，根本在于养肝。而养肝最重要的一件事，很多人都知道，但真正做到的人少之又少，那就是不熬夜。在中医的12时辰养生法里，丑时也就是凌晨1点到3点是肝经当令的时段，这个时段是肝脏进行藏血、解毒、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在这个时段还清醒着，不睡觉，肝脏就无法进入深度的修复状态，它不得不继续运转，继续消耗。久而久之，肝血就会亏虚，眉毛就会开始变得稀疏枯黄，失去光泽。那几根本来应该长出来的瘦毫，也会因为肝气不足，迟迟无法显现。所以养眉的第一步就是在凌晨1点之前躺下来，让肝脏在它最需要休息的时候得到它应得的休养。这不是什么养生建议，这是几千年中医智慧对身体节律最根本的尊重。除了睡眠养肝之外，还有几个非常简单的日常方法。第一个是少喝酒，酒精是肝脏最大的负担。每一杯酒下去，肝脏都需要花费大量能量去代谢和解毒。一个人如果长期饮酒过量，他的眉毛往往是最先显现出问题的，变稀变黄，失去光泽，瘦毫更是无从谈起。第二个是少动怒，肝主怒，每一次大发雷霆都是在让肝气逆行，肝血耗损。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遇事不轻易动怒，他的肝气就会越来越顺，眉毛就会越来越柔和，那份和气生财的能量场就会在日积月累中变得越来越强大。第三个是多吃养肝的食物，韭菜、菠菜、枸杞、红枣，这些都是传统中医里公认的养肝食材，取材特别容易，做法也非常简单，却能在日常饮食里默默地为你的肝脏提供最踏实的滋养。护好了肝，就是护好了眉毛背后的那个生命根源。肝气充足了，那几根瘦毫自然会以你想不到的速度一根一根的长出来。关于养肝，我还想再多说几句，因为这真的太重要了。现代人有一个通病，就是晚上舍不得睡，白天起不来，尤其是中年人，白天忙工作忙，家庭到了晚上，好不容易孩子睡了，家里安静了，就觉得这段时间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于是开始刷手机看剧，一不留神就到凌晨1、2点了。你以为你是在犒劳自己，其实你是在透支你肝脏最后的那点储备。肝脏就像你身体里的化工厂，白天它要处理你吃进去的各种东西，要帮你解毒，要帮你制造血液里需要的各种蛋白质，忙了一整天，到了晚上丑时，它终于可以停下来做保养了。结果你不让它休息，你还在给它塞活，时间长了它肯定会出问题。肝脏一旦出问题，不光是眉毛会变差，你的皮肤会变黄，眼睛会浑浊，睡眠质量会下降，情绪会变得不稳定，整个人的状态都会走下坡路。所以你想保住你的瘦毫，想让你中老年的眉毛好看，第一件事就是请你晚上早点睡，11点之前上床是最好的，最晚不要超过1点，这是一个硬指标，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第二步是舒眉静心，每天3分钟的保瘦功课，这一步是我今天最想认真教给大家的一个具体动作。在传统养生术里有一个被记载在古籍里的养生功法，叫舒眉法。具体的做法非常简单，每天早晨起床之后，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并拢，沿着眉毛的生长方向，从眉头轻轻梳向眉尾，力道不需要大，就像在轻轻抚摸一样，重复36次。这个动作为什么会有养生的效果呢？因为眉毛所在的位置分布着好几个非常重要的穴位，眉头的位置是攒竹穴，主治头痛、目眩、视力模糊；眉腰的位置是鱼腰穴，是缓解眼部疲劳的要穴；眉尾的位置是丝竹空穴，主治偏头痛和目赤肿痛。每天梳眉就是在同时刺激这3个穴位，疏通眉毛周围的气血，让整个头面部的气血循环变得更加顺畅。从更深的层面来说，梳眉这个动作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心理效果，它让你在每天最开始的几分钟里，把注意力带回到自己的脸上，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带回到此时此刻这个当下。现代人每天早上睁开眼，第一件事往往是抓起手机看各种讯息，让一天的焦虑在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就已经
开始灌进来了。而梳眉这个小小的动作，让你在一天的最开始先安静的跟自己待1分钟，先让自己的神在出门之前回到他应该在的地方。神回来了，你一天的气场就稳了，气场稳了你，这一天遇到的人和事自然就不一样了。这个功法每天只需要3分钟，不需要任何工具，不需要花任何钱，但长期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不只是眉毛的状态在改善，你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会慢慢的焕然一新。如果你愿意从明天早上开始尝试这个梳眉法，请在评论区告诉我。这个梳眉法我再补充几个细节，做的时候手指一定要保持干净，指甲要剪短，避免刮伤皮肤。梳的方向一定要顺着眉毛的生长方向，从眉头梳到眉尾，不要来回搓，也不要逆着梳，力道要轻柔均匀，像用梳子梳头发一样，但比梳头发还要再轻一些，因为眼周的皮肤非常薄，非常娇嫩，太用力反而会拉扯出细纹来。次数也不用太多，36次就够了，大概花2到3分钟。你可以一边梳一边配合深呼吸，吸气的时候手指缓缓划过眉毛，呼气的时候在心里告诉自己放松。如果早上时间确实太赶了，你也可以在白天任何一个感到疲劳的时候做一做，比如中午休息的时候，或者在办公室盯着电脑时间长了眼睛酸的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几组，效果同样很好。第3步是修一颗不与人计较的心，这才是养出真正鲜眉的根本之道。所有的外在功法说到底都只是辅助，真正能够让眉毛从内而外焕发出福寿光泽的，是一颗真正放下了计较的心。眉毛变得柔和了，代表肝火降了戾气，化解了。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去降肝火化戾气呢？答案其实非常简单，简单到你可能觉得我在说废话，就是练习不计较。但我要说的不计较，不是叫你忍气吞声，不是叫你委屈自己，更不是叫你把所有的委屈都压在心底不去发泄，那种压抑反而是最伤肝的一种状态，因为被压下去的怒气会在身体里以更隐蔽的方式持续消耗你的肝气。我说的不计较是一种更高境界的选择，是你看清楚了，想明白了，然后主动决定这件事不值得我动肝火，不值得我浪费情绪，不值得我消耗宝贵的生命能量去对抗它。这种不计较背后需要的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生命认知，你此刻的每一分情绪能量都是有限的，都是极其珍贵的。你把它用在愤怒和计较上，它就没法用在创造和享受上。你的肝火每烧一次，你的寿毫就少1分养分，你的戾气每爆发一次，你眉毛背后的那个保寿能量场就被消耗1分。所以不计较不是懦弱，更不是认命，而是一种对自己生命能量最清醒的保护，是一种把有限的生命资源用在最值得的地方的智慧选择。每次当你感到怒气从心底升起来的时候，试着在心里问自己一句话：这件事值得我的肝火吗？10年后这件事还重要吗？绝大多数时候答案都是不值得也不重要。而当你真正能够在愤怒升起的那个瞬间清醒地做出这个选择，你的肝气就会越来越顺，你的眉毛就会越来越柔和，你整个人就会慢慢散发出那种让人一眼就觉得可信可亲可以依靠的从容气质。那种气质才是你晚年最大的财富，才是真正能够为你吸引贵人守住福气的磁场根基。关于不计较这3个字，我想再往深里聊一聊，因为它太重要了，重要到你晚年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你能不能把这3个字活出来。你回头想想，你这一辈子生的那些气，有多少是真正值得的？跟伴侣吵架，起因往往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谁忘了倒垃圾，谁多花了几十块钱，谁说话的语气重了一点，当时气得要死，觉得天都要塌了。现在回头看看还重要吗？跟同事较劲，为了一个项目的功劳谁多一点，为了一句领导面前的夸奖，明争暗斗了好几年，现在你还在那个单位吗？那个人还在你的生活里出现吗？跟陌生人赌气，路上被人别了一下车，排队被人插了队，网上被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气得一整天心情都不好。现在你还记得那些人的脸吗？
绝大多数我们生过的气，10年后回头看都不重要，甚至10天之后就不重要了。但你在生气的那一刻，你付出的代价是真实的，你的血压升高了，你的肝火燃烧了，你的气血被大量消耗了，你的瘦毫又少了一点养分，你的生命能量场又漏了一个洞，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所以学会不计较不是什么高尚的道德修炼，而是对自己最实在的保护和疼爱。好，让我们把今天所有听到的内容凝聚成最后这段话，让它深深地留在你心里。你眉毛里那几根格格不入的长毛，是你扛过前半生换来的瘦毫，请好好珍惜它。你淡掉的眉尾是天道在帮你清理那些消耗你的人际关系，请坦然接受它。你比年轻时候柔和了许多的眉毛，是你戾气化解之后，晚年的和气和财气开始向你聚拢的最美讯号，请心怀感谢。中年以后，你脸上每一个你以为是衰老的痕迹，背后都藏着一个天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因果礼物。你要做的就是读懂它，接纳它，好好养护它，你的下半生自然会有老天爷为你保驾护航。如果你今天听完之后，对自己脸上的每一根眉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有了一份深深的敬重，请你点一个赞，订阅这个频道，打开小铃铛，让更多真正有温度、有深度的智慧在你最需要的时刻准时出现。现在请在评论区打出这4个字福寿双全，让这4个字成为我们今天共同许下的心愿。那从今天起，护好你的眉毛，养好你的肝气，修好那颗不计较的心，稳稳地接住那份为你精心准备的晚年大福报。我想再多说几句关于福寿双全这4个字。为什么今天最后要请你打出这4个字？因为这4个字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它是我们中国人心底最深处的向往。福是什么？福不是你银行里有多少存款，不是你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好的车服饰，你每天醒来身体还舒坦，身边还有人惦记，心里还有事情可以做。寿是什么？寿不是躺在病床上被机器维持着呼吸，寿是你到了80、90岁还能自己走路，还能自己吃饭，还能跟人聊天说笑。双全就是这2样东西你都占全了，既有福又有寿，既有健康又有温暖，既有长度又有质量，这才是真正让人羡慕的晚年。而通向福寿双全这条路，起点就在你的眉毛上，从你善待那根寿毫开始，从你接受眉尾变淡开始，从你感受眉毛变柔和开始，从今晚早点睡觉开始，从明天早上那3分钟的梳眉开始，从下一次你决定不计较的那一刻开始，这条路就在你脚下，一步都不遥远。眉毛只是一个小小的窗口，但它照见的是你整个生命的运行状态，你身体里发生的一切都会忠实地反映在你的眉毛上。你的饮食是否节制，你的作息是否规律，你的情绪是否平稳，你的内心是否安宁，你的眉毛统统都知道。它像一个沉默的记录仪，把你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情绪模式、生命消耗全都一笔一画刻在上面。你现在看到的那几根长毛，那段淡尾，那片柔和的弧度，都是你过去所有日子的总和。你无法改变过去已经刻下的记录，但你可以从今天开始改变未来的记录方式。你可以从今天开始重新对待你的身体，重新对待你的情绪，重新对待你生命里出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你可以让1年后镜子里的那道眉毛比现在更光亮、更润泽、更有神采。你可以让5年后、10年后你的寿毫长得更饱满、更漂亮。你可以让你晚年的整个面相都散发出那种让人一看就心生欢喜的福寿之气。这一切的主动权都在你手里。最后再叮嘱你一件事，如果你身边有亲人、朋友正在为眉毛的变化发愁，正在犹豫要不要去拔掉那几根长毛，要不要去纹眉补那段淡尾，请一定把这期内容分享给他，看看你可能不知道，你随手转发的一个小动作，说不定就帮他留住了一份天赐的福寿，说不定就让他在拿起镊子的前一刻停了下来。这世上有很多遗憾，是因为不知道，一旦知道了，就不会再做傻事。你今天听到的这些内容，
也许是你第一次听到，但它已经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流传了千百年，经过了无数代人的验证，它是真的，它不是迷信，它是建立在中医理论和长期人相观察基础上的一套生命智慧。请你相信它，更请你从今天开始实践它。你眉毛里那些被你嫌弃了很多年的长毛，从今天起，请你高看它们一眼，它们不是来给你添乱的，它们是来给你报喜的。